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我是大吉。上一集内容我们主要讲了世越号之所以会侧翻的两种结论，但是政府的结论一直不被人所相信，因为他们在这一事件中的公信力直接暴跌，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事故发生后的救援不力。与其说是救援不力，不如说是消极救援。根据军方雷达所提供的线索以及一些学生用手机发出去的信息可以得知，2014年4月16日早晨8点半，船体就出现过一次向左急转弯，随后陆续发生过3次。但是8点48分，世越号向左侧倾斜了15度。8点49分26秒，由于三副和舵手的操作失误，世越号突然向右急转弯。由于惯性和离心力，导致船身在1秒钟内从向左侧倾斜15度，瞬间斜至45度。甲板上的货柜大量从船身左侧甩入海中。随着世越号的失控，货物全部压向了船的左侧，而就在产生离心力和倾斜的一瞬间，船舱内的物品也随之向左侧飞起，所有人员也都全部抛了出去，重重地砸到了左侧的墙壁上，多人出现了流血和不同程度的受伤。就在所有人都非常慌乱的时候，8点51分，世越号的船员进行了首次广播，请乘客们不要乱动，原地等待，随意走动会造成危险，所以请各位留在原地。那这条信息后来重复播报了不下10次，即便是在海水开始淹进客舱时，船员仍然持续广播，要求乘客原地待命，而不是让他们迅速逃往甲板或准备搭救生艇。根据乘客手机的录音可以确定，这条待命广播一直到半个多小时后的9点30分还在播放。生还船员也都证实了广播的内容，由船长李俊熙指示通知乘客留下来。学生们听了广播后也遵照指示待在原地，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无法预料事态的严重性。但广播里传来的声音还是很从容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小意外，也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但也有些人感到不安。首先向外发出紧急救援呼叫的是高中生崔德夏，在8点52分32秒，他用手机拨打了消防救援电话。8点54分07秒，全罗南道的消防局把电话转给了木浦海洋警察厅，他就告知对方世越号正在倾斜，船上大概有350名高中生。8点58分，木浦海洋警察厅派出了搭载14人的123号巡逻艇出发前往现场。此时的船员们却是不知所措，跑回寝室拿个人物品准备逃生，都在船桥徘徊，甚至仍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直到8点55分，在第一个学生打完电话以后，大副江原直才向航管中心发出了第二个求救信号。9点18分，杜拉王牌号民间游轮抵达了现场，但是他们只看到了侧翻的世越号，却没有看见有人逃生，就向航管中心汇报，他们没有疏散乘客，人都出不来，这怎么救啊？而在船里的学生透过窗子看见了其他船，还以为是救援队来了，在聊天群里面互相通知。由于世越号在倾斜的同时还在不断漂移，无法太过靠近，杜拉王牌号只能在最大限度靠近的情况下，为疏散出来的乘客准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9点23分，准备好了以后，向航管中心报告，如果现在乘客逃跑穿救生衣跳进水里的话，马上就能得救。于是航管中心马上通知了世越号，要求通知乘客穿上救生衣。大副江原直答复广播设备出现了故障，得不到对方的回应。那即便是不能广播，也请派人通知乘客穿救生衣或厚衣服。江原直就说那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船已经倾斜，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通知到所有人。航管中心就要求船长马上做决定是否撤离该船，但是船长好像是懵掉了，一直问外部的救援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救生艇将在10分钟以后到达。可是船长并没有做出决定，船员还在继续指示乘客们留在各自的客房，命令乘客不要移动，原地等待。船员则都在外面船桥上等待救援。期间船长多次和公司取得联系，但公司一直在问船员们是不是都逃了出来，却没有下达明确的救援指示。尽管他们知道船会沉没，但没有采取任何救援乘客的措施。到了9点27分才开始广播，请乘客们穿好救生衣，但依然没有通知逃生。通知完以后，9点30分，船长命令撤离，但这个撤离命令并没有传达给所有的乘客，只告诉了在场的船员。这时候，附近赶来的民用船只都表示愿意协助救援行动。航管中心指示所有船只为乘客放置救生艇或者是橡皮艇。9点34分，倾斜的世越号已经让海平面接触到第2层甲板。
船体不断倾斜，直到9点36分，船舱内开始灌进海水，急速倾斜至62度，船舱内部开始出现了混乱。学生们试图爬出船舱，走上甲板走廊，其中有2位老师留在客舱里面救助学生，在送走最后一个学生的瞬间，被强劲的水流冲走遇难。要说的是，教师的存活率是世越号成员中最低的。9点38分，航管中心已经彻底联系不上世越号。相比此时的内部危险状况，外面倒是显得很平静。9点46分，3名海警驾驶橡皮艇靠近了世越号，营救下了船长和其余的船员。船长事发的时候甚至还没来得及穿裤子。这些船员在获救以后也没有请求海警救援乘客，而此时的船舱内部已经是一片人间炼狱。只有零星的乘客能够逃到船舱外。10点13分，海警载着船长和船员们离开事故现场，成为船上第一批获救的生还者。那10点15分，船体倾斜超过90度，倾斜的速度越来越快，栏杆上的人只能跳到水里，然后得以幸存。但是能逃出来的人也越来越少，直到10点19分，世越号几乎翻了一面，很难再有乘客能自行逃离。许多学生被困在舱内，在倾覆期间打电话发送信息，最后一条信息是在10点17分发送的，之后便中断了所有的通讯。10点21分，世越号在事故发生不到2个小时后倾覆，客舱内全部被海水吞没，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下沉。船上配置的44艘小型救生艇明明完全足够所有人逃生，却只用了2艘，其他都还固定在原位。大约160名乘客和船员逃出，多数都是救援队救起的。我们说的救援队是附近赶来的船只和渔民所组成的。那么政府的救援队在哪里呢？9点32分，海洋警察厅123号巡逻艇是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到达现场的第一艘船。抵达现场时，世越号的倾斜角度是向左62度，有14名警备人员，而且都不是专业的救援人员，并且对事故的严重性、乘客状况和存活几率等重要情报一概不知。看到没有乘客在甲板上，所有人仍然服从船员的命令留在船舱里，海警也没有迅速公告乘客弃船逃生。3分钟后，警察厅的一架直升机抵达世越号上方，机上搭载的也不是专业救援人员，巡逻艇率先展开主动救援，救下的却是穿着裤衩的船长。船长稳稳地从客轮爬上了橡皮艇，其他船员也陆续获救。一位海警爬进驾驶室救了一位船员，这是最后一次使用船内广播系统疏散乘客的机会，但海警和船员仍然没有使用，没在最后宝贵的时间及时疏散。此时，警察厅长首先打来电话询问现场的状况，并第一次下达了指示，内容是加油。那从这儿开始，各种领导全都一窝蜂地打电话过来，通过电话根本就无法了解现场的状况，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的有效指令和应对办法。就说请佩戴安全设备上船，让乘客们保持冷静。那海警们根本就不敢上船啊，只能拿扬声器在外边喊，船内的人赶紧逃出来，离开船只啊！可这上头就是直升机啊，噪音完全覆盖了扬声器，就等于喊了一个寂寞。在他们把救下来的船长送走以后，就一直在世越号旁边转，等待上级的指示。这时候，不少民间渔船接到消息也赶到了现场，却被海警管控起来，让他们离远一点。这些渔船也发现了海警根本就不愿进入世越号船内进行救援，于是很多渔船就开始主动出击，开到世越号旁边，冒着危险登上甲板展开救援。这些渔船抵达的20分钟内救下了约120人，而海警抵达现场40多分钟后救下了40多人，还包括20多名船员。那相比之下，这些民间渔船在第一时间对救援发挥了最大的作用。那有人会问，那总统朴槿惠女士去哪里了？她10点的时候接到了事故的报告，但是此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下午2点，她的闺蜜崔顺实进入青瓦台，和另外3个人一起进入总统办公室，5个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朴槿惠翻车以后，他们都拒绝回答。再回到事故现场，政府即便派来了一些救援船只和直升机，但是效率超级慢，并且非常的混乱，没有统一的调度和指挥的负责人。各方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状况，青瓦台也打来电话。最关心的问题是，现场没有照片流出来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中午11点，世越号已经完全倾覆以后，
竟然有消息给了青瓦台说没有人员伤亡。随后某电视台开始报道所有乘客全员救出，所有的学生全都获救了。那这项严重的错误资讯足足传播了49分钟，并以快讯的方式被多家媒体报道，形成了大规模的误报事件。后来这一报道被官方给压了下来，3个小时40分钟以后才被纠正，改称295名乘客仍然失踪。17点15分，失踪了7个小时的总统朴槿惠终于出面。他抵达首尔安全行政部大楼后询问：“我听说学生都穿上救生衣了，有那么难找吗？”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几百名学生被困在沉船里，还以为他们都穿上了救生衣跳进了水里。现场的救援依旧十分混乱，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连指挥中心都没有建立。有现场指挥权的海警管控了所有前来救援的团体，包括海军救援队。当时带着潜水钟设备自发前往沉船处救援的潜水工程技术代表李宗仁，被海警以各种理由阻拦在现场之外。更神奇的是，他根本就没有靠近现场，媒体上就已经出现了已经动用潜水钟救援的消息。海警千方百计阻挠救援力量，政府谎报救援进程和获救人数，误导公众。救援人手少得可怜，却在赶来的家属中安插了上百名的便衣警察。世越号就在这样的救援环境中坚持到第3天后，于4月18日11时50分完全沉没。船难中获救的高中副校长在第3天世越号彻底沉没以后，在挤满学生家长的真岛体育馆附近的小山上自缢身亡。遗书显示，作为旅行的负责人，他为大批学生依旧生死不明深感内疚。当年的11月11日，韩国光州地方法院对世越号15名船员作出判决，船长李俊熙弃船致死致伤，违背船员法的罪名成立，判处36年有期徒刑，其他船员5至30年不等。事件过后，相比韩国当局救援的不力，总统朴槿惠办公室对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出指示，列出9473名演艺界人士，其中包括演员、导演和幕后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公开为世越号发声，质疑韩国政府，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假如他们向政府提出资金或者拍摄协助，都要驳回申请，并拟了一份100页的文件。但最终因为这一事件中充满魔幻色彩的表现，成为了朴槿惠下台的重要原因。2015年4月22日，韩国政府通过了打捞世越号船体的议案，决定耗资1000亿至1500亿韩元，将船体完整打捞出水，向国际国内企业招标，最终由中国交通运输部辖下的上海打捞局得标，与韩国政府签约，正式执行作业。然而，在水深45米的海底整体打捞长145米的客轮，全世界都没有过先例。尽管非常的困难，但是用专业克服难题，最终于2017年3月27日，世越号客轮船体沉没1073天后，终于浮出水面。但是世越号客轮沉没的真正原因，是否还一直被沉没在海底呢？就让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吧。那这就是本次关于世越号惨案的所有内容。随着本期的结束呢，韩国的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内容已经带大家了解过了。其实还有很多公共事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来说大同小异。那有人问我，英大吉，你是不是跟韩国杠上了？没错啊，我做这些内容初衷就是为了让大家以此为鉴，如果能从中提升一些自我保护意识，那再好不过了。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啊，我所做的内容呢，都是特定时期的单一事件，没有普遍的代表性，代表不了一个民族，也代表不了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最好的状态就是只讨论事件本身，理性看待，客观分析。那就这样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还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加转发，支持一下。我谢谢你了，拜拜。